大家好，欢迎回到社会切片研究所。今天呢，要和大家说一起30年还没有被侦破的案件——南大碎尸案。这个案子至今回想起来还令人细思极恐。故事发生在1996年的1月19日，南京刚刚下过大雪，清晨5点，天还没有亮，街道上呢几乎没有什么人。一个清洁工推着垃圾车正在例行清扫。当他来到一个垃圾桶旁，像往常一样掀开盖子，他看到了里面有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袋子鼓鼓的，像是装了很多的东西。他把袋子拎出来，很沉。他打开袋子看了一眼，里面呢是一堆肉，一块一块的，切得整整齐齐。他以为这是谁扔掉的猪肉。要知道，在90年代，生活条件呢远没有现在这么好，这么多的肉呢被扔掉实在是浪费。于是呢，他把袋子带回家，准备洗干净，晚上做菜。但是当他把肉倒到水盆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了一样东西，3根手指。那一刻，他整个人都僵住了。他带回来的不是猪肉，是人肉。警方呢迅速赶到现场，但是事情呢远比想象中更为恐怖，因为就在同一天，南京市区的其他几个地方也陆续发现了几个类似的袋子。体育场附近、华侨路、小粉桥以及南京大学的周边。而警方呢也很快确认了一件事情，这些碎片呢来自同一个人，一个19岁的女孩，而她被切成了2000多块。这就是中国最著名的悬案之一——南大碎尸案。而受害者的名字叫刁爱青。30年过去了，凶手至今未被找到。刁爱青出生在江苏的一个农村家庭，父母呢都是普通的农民，家庭条件呢并不好。在那个年代，农村供孩子读书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如果这个家庭呢有2个孩子，往往呢只能供其中一个继续读书。为了让妹妹呢能够上学，刁爱青的姐姐很早就辍学打工。1995年，18岁的刁爱青考上了南京大学成人教育学院。这在当时的农村呢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这也意味着这个女孩终于有机会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生活。入学后，她住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宿舍。同学们对她的印象非常的一致：安静、内向，话不多。她喜欢看书，也喜欢写一些文字。生活呢也很节俭，1个月生活费并不多，但她几乎呢不乱花钱。她就是那种在人群中非常普通的女孩，没有人会特别注意到她。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孩，一个努力改变命运的女孩，一个19岁的女孩，她的未来呢本应该充满希望。但是谁也不会想到，她的人生会在19岁那一年突然结束。时间回到1996年1月10日，那天晚上，宿舍发生了一件小事。有人呢违规使用电器，作为宿舍长的他因此受到牵连，被老师批评了。这让他呢当时心情很不好。晚上7点左右，他穿上外套走出了宿舍。但是在离开宿舍之前，他将自己的被子铺平，应该呢只是想短暂的出去透口气，一会儿就回来准备休息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他这一走竟然再也回不来了。从1月10日晚上开始，刁爱青就彻底消失了，整整9天没有任何消息。直到1月19日，那些装着尸块的袋子被发现。而这9天，他在哪里？经历了什么？他是不是还活着？这些问题30年了，没有人能回答。警方在南京的多个地点陆续发现了装有尸块的袋子，这些袋子里装着人体的不同部位，有手臂，有腿，还有躯干。警方把所有的尸块收集起来进行拼接和检验，结果令人震惊，尸体被切成了2000多块，很多的碎块只有几厘米的大小。这意味着凶手花了极长的时间，一点一点把尸体切碎。而更诡异的是，法医发现部分的尸块被煮过。凶手为什么要煮？一种说法是，凶手想破坏 DNA 和软组织，以减少留下的痕迹。
这呢也显示出凶手具有一定的法医鉴定知识。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煮过之后呢，尸体是更容易被切割的。除此之外呢，尸体被分装在多个袋子里，丢弃在不同的地点，这说明凶手非常的冷静，而且有计划，他在故意制造混乱，让警方呢无法确定第一案发现场。你想把一个人切成2000多块，需要多长的时间？需要什么工具？需要什么样的心理素质？这是一个普通人能够做到的吗？不是，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做到的事情。这需要极强的心理素质，需要周密的计划，还需要对死亡没有恐惧，对生命没有敬畏。而这也是这起案件最恐怖的地方。但是凶手呢，也有一些反常的行为。与其他用黑色塑料袋随意装着的尸块不同，死者的头颅是被仔细地包裹在旧床单里的。虽然凶手煮了头颅，但是将头颅完整的保留，没有破坏面部的特征，仿佛呢是故意让警方能够认出死者是谁。这与毁灭证据的意图呢完全的相反。而警方在现场遗留的床单以及尸块中，还发现了猫毛、棕丝、木屑以及黑色粉末的残渣。根据这些线索，警方对凶手进行了推断。因为尸体被切割得非常细致，凶手呢可能是非常熟悉人体结构的医生、厨师、屠夫或者实验室人员。而处理尸体呢需要一个独立且隐蔽的空间，这就加强了对独居男性的怀疑。凶手的抛尸地点都围绕在南大附近，很可能凶手呢就住在这一区域。随后警方成立了专案组展开调查，首先调查的就是南京大学周边的人员，学生、老师、附近居民、出租车司机，甚至是一些流动人口，并且重点排查了几类关键职业：医生、医学院的学生、屠杀行业人员、厨师。因为这些人呢都对人体结构非常熟悉，具备分尸的技能。但是随着警方大量的走访，最终呢也没有锁定关键嫌疑人。而更关键的是，警方呢一直无法找到第一案发现场。刁爱青究竟是在哪里被杀的？尸体又是在哪里被分解的？这些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答案。那为什么这个案子会这么难破呢？第一，1996年的时候，中国呢还没有监控摄像头，也没有 DNA 数据库，更没有手机定位。警方的调查呢只能是大量的走访和排查。第二，凶手非常的狡猾，他把尸体呢分成了5份，分别丢弃在不同的垃圾桶，这让警方呢无法确定他的行动路线。第三，时间越久呢，线索就会越少。9天足够让凶手去处理掉一切证据，而1月19日的那场雪也为凶手掩盖了不少行动痕迹。30年过去了，这个案子就像谜一样无法解开。2008年，互联网在中国逐渐普及，人们开始在论坛上讨论各种悬案。天涯论坛上，一个 ID 名为黑弥撒的网友，他发布了一篇帖子，标题呢是关于南大碎尸案的一点想法。在帖子里，他进行了大量具体的推测，一时间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让这起案件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他假设了这样一个场景：街头的偶然相遇，凶手呢以高知斯文的形象主动搭讪了受害人，利用受害者当时呢心情低落进行心理渗透，并且呢以探讨人生、文化、艺术为由建立了信任，从而邀请受害人前往了某处。而关于死亡时间与失踪顺序，他分析呢刁爱青在1月10日晚上就已经遇害，而尸体分尸的过程呢可能持续了几天。而根据尸块的保存情况，他分析凶手呢可能是利用晚上和清晨无人监控的时间段呢进行尸体的搬运。而第一案发现场，黑弥撒认为案发地点呢极可能是在市区某处偏僻的公寓或者仓库，并非大学的周边。他根据尸块被分散丢弃的规律，推测凶手对城市的路线非常的熟悉，是在刻意的制造混乱，让警方呢难以锁定起点。而尸体处理的方式，他分析尸块的切割方式，认为凶手呢使用了锋利的工具，切割整齐，显示出一定的技术或者经验。因此呢，他推测部分的尸块可能是经过煮沸处理，
使肉质呢更易切割，也可能是为了破坏组织结构，减少留下证据。分散丢弃的逻辑，黑弥撒指出，袋子呢被放在不同的地点，既有市区也有偏僻的区域，这种分布显示出凶手呢心理冷静有计划性，而非临时冲动。他还提到，凶手可能有惯性的路线，丢弃袋子时呢遵循熟悉路线，确保呢快速撤离。而他推测呢，凶手是男性，年龄大概在30到40岁之间，受过高等教育，外表斯文，有稳定的工作或职业，冷静而理性。他还提出了一个极端的假设，凶手呢可能有某种宗教情节或者仪式感，性格呢内向，但是内心压抑，可能通过杀人来宣泄或者完成某种仪式。凶手可能对案件呢有心理满足感，通过精细的分尸和分散丢弃体现控制欲。帖子中对作案过程、分尸手法、抛尸的逻辑分析得非常的详尽，甚至涉及一些未被警方完全公开或大众熟知的细节。尽管后来警方表示呢，大部分细节已公开，或者呢是可以进行推断的，但是这篇帖子一经发出之后，还是立刻引起了大量网友的讨论。他怎么知道这么多的细节？如果他不是凶手，怎么能推得这么准？也许他就是那种推断能力极强的人。帖子引起巨大的反响之后，南京的警方呢也高度重视，迅速锁定了黑弥撒的真实身份，并且将其传唤至公安局进行调查。警方对其进行了严格的审讯和背景调查，排除了其作案的嫌疑。这位网友呢只是普通人，案发时呢他只有14岁，还是一名初中生，不具备作案的条件。他只是通过公开资料和逻辑推演整理出的分析，并非是案件内部人士。黑弥撒的帖子之所以成为传奇，是因为他在缺乏关键证据的情况下，通过逻辑推理和心理分析，构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凶手形象，引发了全民对正义的渴望和对犯罪心理的探讨。虽然最终证实呢，发帖人并非真凶，但是该事件也极大地推动了公众对该案件的关注。而黑弥撒这个 ID 则成为案件的神秘象征，它像一道暗示，提醒人们真相仍未浮出水面。这么多年，关于凶手的身份一直有很多的猜测。第一种说法就是熟人作案，刁爱青可能认识凶手，所以才会在晚上出门，而且一个19岁的女孩会被陌生人骗走吗？这种可能性很小，所以很多人相信一定是熟人。而第二种说法就是随机犯罪，凶手呢可能只是偶然的遇到他，然后起了杀心，但是这种说法又解释不了为什么尸体会被切成2000块。第三种说法就是特殊的职业，例如医生或者屠宰行业，因为分尸呢需要一定的技术，普通人是很难做到这么精细的切割，但这些猜测都没有确凿的证据。但黑弥撒帖子的出现还是对案情本身、警方侦查方向以及社会舆论产生了深远且复杂的实际影响。它直接触发了警方的新一轮排查与侧写验证。据传，警方发现帖中部分分析呢与警方内部掌握但是未完全公开的细节高度的吻合，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警方内部侧写方向的正确性，也促使警方重新审视了高知、仪式感、心理变态这一凶手画像。受此帖的启发，警方可能重新梳理了案发地周边符合该画像的人员名单，尽管呢没有直接破案，但是也强化了对此类特征人群的关注，并且推动案件从冷案重回公众视野。在2008年之前，南大碎尸案虽未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的关注度呢已经逐渐下降。黑弥撒帖子的出现，以其惊悚的分析和疑似自首的噱头，瞬间引爆了网络，让这起沉寂了12年的悬案再次成为全国焦点。而持续的高关注度形成了一种无形的舆论监督，迫使警方必须定期的回应案件进展，无法将其彻底尘封，并且南京警方多次公开承诺表示，该案件永不放弃，不受追诉时效限制。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案件在技术侦破上也有了一些关键性的进展。警方利用单细胞测序技术和第3代纳米孔测序技术，成功修复并拼凑出来断裂的 DNA 碱基链，
并且呢，在当年的物证中提取出了有效的 Y 染色体信息。这意味着警方呢，极可能已经掌握了凶手的男性基因特征，而对凶手画像与职业的侧写也有更新。通过对尸块切面的显微分析和力学模拟，专家发现凶手的切割手法更接近皮革加工者的斜向切割手法。这样的手法呢，是为了保持皮革的完整性。这一发现也修正了早年纯认为凶手是屠夫或者医生的猜测。结合抛尸地点和时间，利用时空卷积神经网络推断，凶手当年的居住地或者作案场所大概率是位于水左港与华侨路之间的老城区，也就是当年的三牌楼区域。虽然这些信息呢没有得到警方的确认，但是我愿意相信这些是真的，让我们能够离真相更近一些。30年光阴似箭，却从未冲淡我们对真相的渴望。30年足以让质子长成栋梁，让青丝熬成白发，让南京换了人间模样。但是请相信，30年的尘埃挡不住真相的光芒，30年的沉默压不垮追寻的脚步。如果此刻你是刑警，站在这些线索面前，你觉得那个他究竟是谁？是潜藏在身边的熟人，还是精心伪装的陌生人，亦或是我们思维盲区里一个完全想不到的人？请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推理，或许你的灵光一闪就是拼图缺失的那一角。愿此案早日侦破，愿恶魔终入牢笼。我们下期视频见。